小苏在这段无聊的日子中和哑女小铃铛成了朋友。小苏从阿娟那里学来了2个手语单词：你好，再见。把食指指出去，你；竖起大拇指，好；摆摆手，再见。小苏决定教会小铃铛说出这2个词：你好，再见。但小铃铛拒绝任何发音，他只是笑。小苏给小铃铛洗过手，拿了一张小凳坐在阳台上。小铃铛站在他的2腿之间。小苏把小铃铛的左手中指塞进自己的口腔，摆在自己的舌尖上，让他的另一只巴掌捂在自己的腹部。小苏说：你好。小苏说：再见。小苏反复说这2个词，示范了一遍又一遍。小苏企图让他的手摸出一样东西，让他的手感建立起气息与舌位相对于发音的关系。你好，再见。小铃铛望着小苏的嘴唇，跃跃欲试。他的黑眼睛不停地打量四周，对自己的跃跃欲试又防范又好奇。阿娟的产期提前了4天，大约是在凌晨2点。阿娟的叫声在夜里睁开了绿眼，她的叫声听上去不像人了。女人在生孩子的过程中其实就是母兽。夏沫和小苏一起被惊醒了。小苏说：要不你去一下？夏沫的眼睛一直没睁开，他连续失眠了好几夜，今天刚刚睡进去。夏沫闭着眼睛说：我就去。小苏用脚尖捅了捅，说：你快点啊，什么时候这么面？夏沫下了床，摸到裤子套上去，提拉锁的时候，夏沫睁开眼睛，眼里像揉了一把沙。门已经开了，阿娟正被耿师傅架住往外挪。耿师傅急了，一时想不起夏沫的姓名，满嘴满牙的画家。阿娟的身体比预料的还要沉，她的胳膊被架住了，2只手却扶住腹部。阿娟挪出门槛之后换了一个叫法，她扶住腹部，直着眼睛尖叫道：儿儿！阿娟的儿和她的父亲一样性急。阿娟躺在产床上不出1个小时，她自己就走出来了。她走完这个过程只用了16分钟。她拒绝了医疗手段，甚至拒绝了医生与护士的帮助，带着一身胎脂和血水，一个人慢悠悠走出了母体。她的样子只比夏沫钻出红色夏利车少了一条足球裤。小护士兴奋地说：怎么这么顺？怎么回事？这么顺？老护士一手托住小东西的头，一手托住他的腰，很不在乎地说：那时候我们不都那么顺？现在的女人孩子都不会生了。小护士给耿师傅送去了他儿子的消息。当父亲的在这时候少不了一些忘我举动，说不出话或大泪滂沱都是常有的。但耿师傅让小护士吃了一大惊，他让小护士一连说了3遍儿子。耿师傅听完护士的话，再不吱声了，他跪在了水磨石地面上，在胸前握着2只大拳头，仰着头大声喊道：苍天有眼，苍天有眼呐！小苏终于见到小铃铛的坏脾气了。小铃铛一早醒来就没有见到家人，往常可不是这样的。经常小铃铛一觉醒来，首先是拍床，这是一个仪式。拍床之后过来的肯定是爸爸，爸爸给他穿衣，然后他坐在床边，爸爸再给他套鞋。洗漱和早饭都是妈妈操办的，这一切都完成了，小铃铛的一天才算开始。这么多年都习惯了，成了程式。
成了爱与被爱的共同组合。小铃铛一生下来就是哑巴，父救也就成了父爱与母爱的中心。小铃铛成了他们的伤心话题。耿师傅一次又一次对人说，恨不得替他活了这辈子。除了活着，他们替小铃铛做了一切。小铃铛醒觉后拍过床，他没有见到父亲，甚至没有见到母亲。小铃铛光着脚站在门前，火车在他的面前摇摇晃晃，来来去去。他们今天竟敢不爱他了。他一定要等回他的爸爸，一定要等回他的妈妈，他一定要等到他们拿着冷狗来认错，才肯张口吃饭的。哼！耿师傅中午从医院带来6个字，他在窗口对夏末、小苏大声叫道：“儿子，儿子，儿子！”夏末和小苏一起走到窗口来恭喜。耿师傅高兴得没样子了，笑得一脸是牙齿。谁也没有料到小铃铛在这样的时候咬了出来，它像一条狗扑上来，伴随了很古怪的叫声。小铃铛的叫声很古怪，一口就咬住了耿师傅的裤管，拉得老长，像一只弓。耿师傅把小铃铛抱起来，不停地说：“你有弟弟啦，你可是有弟弟啦！”小铃铛的2只手在耿师傅的脸上不停地抽打，满嘴大呼小叫。耿师傅笑着侧过脸，对夏末说：“现在的孩子不成人了。”耿师傅把小铃铛抱回床上去，然后躲在门口。父女2个重新上演今天的开始仪式。小铃铛拍过床，耿师傅慌忙从门后头冲出来，抱上去把小铃铛亲了又亲。耿师傅抱起女儿，给她换上衣服，轻轻拍拍小铃铛的屁股，说：“小乖乖，明天可不许这样了，你有弟弟啦！小乖乖，明天开始再也不能这样了。”小苏听着隔壁的动静，说：“小东西还真是有脾气。”夏末点了根烟，不以为然地说：“都这样，现在的孩子全都这样，我们的要生下来也都这样。”小苏用指头挖挖耳朵，笑着若有所思地说：“都这样了。”